就是等一下呢，是直播嘛，所以如果因为我看不到各位的反应所以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可以理解。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啊？有问题呢，就可以直接问。你真的听不懂就回去问你的治疗师就是以你的治疗师讲的为主，就是因为毕竟可能我们没有见过面，我讲的本来就不可能会刮所有的人所以就是所有中风病人的病态都不太一样啊，我讲的应该都是比较符合这个状况。学姐晚安，我看到留言太好了。好，那首先呢再讲一下9月21号在台南会有一个中风手部复健的讲座。这个讲座呢目前是30几位的，那场地的关系可能最多在5、6位，可能我就要关闭报名。那如果是在台南，然后对手部复健呢，真的遇到瓶颈不知道怎么用啊，就是觉得在医院练的，到家还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怎么把我说的把复健融入到生活，就欢迎大家参加看看，听看，然后那北部的朋友呢，就是台北会在这个月，因为上个月在高雄就是上完课之后，有人说他是从跑过去的那边，就是感动啦，但是会觉得因为我是台北人所以我台北是一定会办场地在找而已。好，那废话不多。好，首先呢，第一个主题就是跟大家聊。我之前前2天在脸书上分享了7个没用的手部附件。好，第一个好手大快手，好手大快手这个其实比较是旧观念因为比较比较几年前大家想说换厕所没有力气啊，先让它动就好。可是其实最近的神经复健观念其实已经慢慢的修正了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好手大坏手，他会真的把换侧手当做不是他的，就是单纯的移动而已。就跟你移动跟棍子差不了多了。那其实真正的神经，你是要去很认真的去感受你的换侧手，去知道你的换侧手到底在动什么，然后你要真的要有动作意图的去控制它动这样大脑才有办法去重新学习要怎么控制这个换侧手动。所以如果你手大会手的过程中是有这件事的话，应该也不会到没掉。就是我必须老实的说其实目前看到很多的成就的，至少大家也不一定听懂嘛，我觉得也是蛮多年的了。看到大家分享的好手带坏手的，基本上起来他的控制都是在他的注意力、他的着力点都在好手。基本上呢，他就跟特手，就好像眼睛看到他有动好了，这样就好。但是其实你的大脑跟换特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连接的，就不太神经的附件的效果，就比较难去期待它有什么附件的效果。那这是好手带坏手部分。那要怎么做呢？就是刚才说的，你就是要尽量去感受换侧手。那怎么做呢？之前讲座没有讲那 YouTube 影片也有视频，大家可以去看。那第二个性望爱的机器就是基本上是不单只是性望爱啦，只是单来做性望爱，哇，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手脚联动的机器它绑上去之后，脚就会带动。我不是说它没有效果啦，只是它如果对于真的反应比较差然后需要体力比较差，然后透过被动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希望患者有在活动，那使用机器去帮助患者活动，至少可以那些完全
真的很全瘫的患者，导致身体关节，诶，还有杂音，是不是？等一下啊，啊，气势太强了。好，我刚才讲到哪里？就是换成就是性望爱这个体系啊，它可能前滩的人哦，前滩的人可能比较对他活动也比较有帮助了。只有尼卡吗？诶，我也不确定诶，大家可以去下。好，那性望爱，所以性望爱基本上前滩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动作，主动动作是还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已经有动作，或者甚至认知能力是还 OK 的话，还是用把注意力控制大脑的连接，可以跟患者手更多的连接，让你主动去动你的患者手，让你手脚放松。然后在第三个手踏车，手踏车排卡就是我在医院哦，我在医院，诶，网络应该还 OK，诶，有点卡，大家都有点卡吗？我稍微看一下我的，看我自己是还好，那我继续讲，那真的，真的不错的话，那我就到时候就留球员，大家可以看留档，看机会。好，对，好，第三个手踏车开趴手踏车开趴的意思就是对，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就每个人都很爱去做那个手踏车，就觉得有练看法，换手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开始转，然后转一转呢，就跟旁边的人开始聊天，哎，你昨天吃什么啦？然后那个昨天选谁啦？就开始聊天了。就是基本上呢，这样就对于运动项目，当然皮肤差不了多少，只是就是你用你的好口去用的时候，刚开始就刚刚说，就是这三个其实是一系列啊，基本上你就是没有去主动的想控制你的换侧手去动作，那效果但是神经附件的效果就是有限。那第四个有动就好，有动就好。我这边讲的就是有些人他的动作反正老师我有举手，每天都举高100下，问他说，那你举多大？举多高？或者是呃可以撑多久？那你可以去碰，然后他说他就讲不太出，哦，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举得多高，那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其实你的做动作，上礼拜之前的直播做动作其实会有更一个是动作意图，就是我们其实尤其是手啊，手去做动作都是我们想要伸过去某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电灯啊、杯子啊，或者是桌上的滑鼠啊，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我们在大构思我们工作计划要手伸去。那你一开始在复健的时候没有这个目标的话，那你的举就会是乱举的，就是像这样乱举、乱举、乱举。那你其实对于大脑的动作计划的训练就会很少。那这个的问题就会出现在比如说你他有日常生活中你手会举高，但是你真的想要伸过去那个墙壁的电灯你就大脑就还是因为没练过，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去重新计划，要怎么顺利的去碰到那个电灯所以不能只是有动就好。我们每一次动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让你的大脑有一个动作意图，你要连那个动作意图跟大脑要怎么去规划我们身体去动。就是简单就讲复杂一点，就是大脑会去想说，等一下我的是肩膀先动还是手肘先动？肩膀先弯，手肘先弯，手指头什么时候要伸直，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在复健的时候都要练到，这才会真的是对你的日常生活中才会有帮助，对你的动作控制才会有帮助。那第五个甩手功以为就有在练，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
你甩手的话因为这也是我在医院的故事就那时候可能刚毕业比较年轻嘛，然后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控制患者们互相交流，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新来的阿姨，然后手也是没力旁边那个就是很资深的阿嬷就说老师我做复健的时间都比你久的那一种，他就直接跟那个新来的说，哎呀你这个手我告诉你我之前就是这样甩啦，所以手才会进步其实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反正就是教那个甩手，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就是你就是甩着，我看你每天抱怨肩膀痛就是这样甩出来的就是之前因为我们中风的人他的肩膀是比较没有力气的啦，所以那个肩膀肌肉是比较没有比较不稳定所以肩膀关节会比较不稳定不稳定就很像松弛的橡皮筋，没有力气去绑住那个绑住我们的关节。那你乱甩动会怎样？就是那个橡皮筋会越来越松就是橡皮筋就是我们的肌肉，我们肌肉就会越来越受伤所以不要乱甩而且刚才有提过嘛，我们动作复健是要有控制的你甩就是没有在控制你甩没有在真的很认真的去控制我们手要动到哪，所以不要甩甩也是没有用的。第六个，把张力当成最大障碍，这个张力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详细聊聊啦。但是简单来说，很多人就会说手很紧动不了就不动那就没有动就等于没有开始，没有开始等于就没有进步就是我们其实呢要找到一个你可以动的你可以执行的目标慢慢练习，然后你开始了那个你的能力才会慢慢的进步你都没有用就没有开始就等于是没有进步的可能了。好，那等一下再来好好聊聊张力。第七点那个手部复健七大雷点第七点就是1个小时努力23小时放生就是每个人去医院，然后老师我每天都有来做复健转那个手踏车推箱子然后拿杯子我每天都有做这样子5年很厉害然后他的手就是觉得为什么还是没有进步，因为你只来医院练这1小时回家就放在那边都不管就是你一天24小时只有一天在活动你的手其他都放着摊着摆烂，那当然可能进步的速度就会比较慢这是以上是那个跟大家分享脑中风复健手部最大的7个雷点就是做到这些事情可能就会让你的手进步的比较慢一点。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聊一下张力为什么要跟他聊张力就是其实故事是这样的，之前就是因为我最近有开始办讲座嘛，然后之前呢然后我知道桃园有一群中风病友，他们就是会每个月好像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会定期会聚会聚会就可能会讨论或者是读书他们是读书会好，那有那个他们的主就来就邀请我去跟他们分享，我想说桃园嘛，其实台北过去也蛮近的，就是就可以去跟他们聊一聊，然后就本来他是希望我也是讲那个我讲座的主题就是手怎么活用在日常生活中，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因为他们是自己私下的读书会，人数没有很多，就是大概然后当天到的也不知道几个然后我就想说人数少，那我们就来直接当场讨论就是看大家当下就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大家最共同努力的共同困扰问题然后花时间一起来讨论。好，是逼着自己把手提起来有用吗？基本上提起来就是这就是比较没有用的地方，是你不知道提起来干嘛因为你只是为了提起来而提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在大脑的想说我只是手抬高就好，
但是抬到哪里就基本上没有用。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宁可你比如说抬到比如说抬到肩膀，或者是抬到肩膀没那么高你就抬到胸口的高度。那这个可以做什么？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就可以拖到你的胸部至少你在胸口的位置你可以自己拖至少就是让你洗澡的那一秒你的手是有功能的。那老师你就会说那我只有这一秒没有，你每天练习，那你就会慢慢从胸口扩大到肩膀或者是肚皮都可以达到。如果你连胸口都没有开始你就不会开始使用换侧手。所以就是你看很多人然后老师他是手动很多才那么厉害你怎么知道他是从哪时候开始练习的？搞不好他一开始也只能搓一点点慢慢的越搓越多好，那继续讲那个病友会就是然后当天呢就是到场有大概6个人，大家讨论完之后，反正就是说诶共同比较想要了解的就是觉得张力很紧张力大家会有两三个人觉得张力，然后我就问大家就是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张力 OK 吗？然后大家都就 OK 就决定了今天的主题是张力。那这个小团体的好处呢，就是我可以更及时的跟大家做互动就可以让病友更好更直接的表达自己的困难。那这个方式在国外其实也就是基本上其实是职能治疗师在精神科蛮常用的方式就是病友团体，那效果也是蛮好的，只是一般在医院比较难做而已。那回来讲好，当天呢，我们决定好张力的主题之后呢，我就开始问大家，那大家觉得张力是什么？有些人就会开始发表他们的意见，所以我先大概解释一下。那我现在先稍微讲一下，大家觉得张力是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很紧什么欠的时候身体就会紧张，就会紧绷等等之类的。对，我要先重新定义一下张力其实它是一个身体的保护机制你可以把它想象那个我们的神经我们我们的我们的身体它是由那个电线控制的，那神经就是那个电线，那个马达就是肌肉那嗯那张力紧，我们治疗师在说的张力，其实是我们的大脑的安全系统出了问题，就是本本来本来是我们平常做动作的时候，它肌肉该松就松，该紧就紧。那什么时候会变紧？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快速被拉扯的时候，就是有人突然拉你的手，你的手不能等你想要发觉到有人拉你，然后手拉回来，一定是我们的身体感觉到有人拉你的手，然后你赶快那个大脑感觉到侦测到之后，赶快一个反射性的让你的肌肉开始紧绷，去保护你的关节。那这个就是肌肉张力。那中风患者他就是这个安全系统出了问题，就是无时无刻不管什么时候很长自己就会测到那个安全系统就会让你的肌肉自己没事就开始紧绷。好，这个是我们治疗师真正定义肌肉张力的部分。好，那中风患者常常觉得紧，还有另外2个状况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安全系统出问题嘛，所以那个肌肉就比较常保持紧绷。保持紧绷久了，我们关节中的软组织就会僵硬就真的硬了真的硬掉，就是肌肉僵硬所以就会让你做动作，想要做伸直的动作，可能就比较难做出来，就是肌肉僵硬。
然后再来就是动作控制，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大脑指令下错了，你想要伸直，但是就是你就做到弯的肌肉，就是导致你做出来的动作呢是比较不协调的，那为什么光是一个张力就要讲那么多呢？有些老师不是不能拉个筋就好，不行因为基本上你面对张力这个东西呢，老实说讨厌，它真的很讨厌，但是你不能讨厌它为什么？因为张力会被情绪控制，应该说会被情绪影响，因为张力是每个人都有的，然后它其实是身体的保护机制嘛，就刚才说过，那你情绪高昂的时候，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就会张力就会变得比较紧，所以你讨厌张力的时候，通常就是情绪比较就是比较你是生气的时候，就是生气讨厌那张力就会拧给你看所以理解这件事，所以你才会比较容易去感受到什么，就是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张力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紧，还有什么时候是特别紧？像我那一天在座谈会，大家都会说比较紧张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平衡能力没那么好，身体就会碰跌就容易紧张或者是动作太难的时候，动作太难可能会比较是你那个动作控制的问题，因为要控制太多太细节，然后大脑指定大家都还在复健，还在学习中，所以那个复健就会比较做的动作太复杂的话，大脑就很容易下错指令，就会紧。那肌肉僵硬呢，就另外一个就是肌肉僵刚才有看到就是有人说人也会引起会温度也会温度是因为温度变冷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会想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冬天的时候肢体就比较容易僵硬，就是冬天的时候去运动热身也会比较久因为温度降低的时候，我们肌肉会反射性收缩其实身体的想要帮自己身体保温的一个机制。好，那所以了解了那么多呢，所以怎么样我们要用什么样去面对张力呢？首先温度的话，就是真的是冷的，确定是冷的话，就真的也只能保温啦。你就是要对症下药的意思。那再来就是肌肉僵硬。肌肉僵硬的形成原因，就是因为你长期保持弯的姿势。比如说手指就是长期握着就会就手指头就会比较紧，那你确实只能拉筋，但是拉筋不是高强度，就是这样直接扳直的这种拉筋，这个太强的，太强的话呢，你虽然大部分的经验都是应该说，我相信大部分的病友的经验那一天座谈会大家也是这样说，就是这样子拉筋，一开始会觉得松，但是做没几下又紧回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张力是一个大脑的保护机制啊，本来都这样，然后你突然给它拉那么强，然后大脑可能就会觉得，其实他会觉得说，突然有一个肌肉被拉得很长，要断掉，所以他等一下就会怎样缩回来缩紧，所以我们要拉筋，但是不可以拉太强，所以我们要低强度长时间的拉筋。什么叫低强度长时间的拉筋？就是你这样弯，那你可能就要拉成这样。所以所以才会说所以治疗师还会建议说，有张力紧的人要戴副木。那副木的话呢，其实就是要看，老实说啦，要看你每个人紧度调整适合的角度。你真的很紧，那就戴这样；那你没有那么紧，那你就稍微伸直一点，慢慢的去把你的张力慢慢把你的关节给拉松一点，拉也没有到很松啊，就拉到正常的位置。好，好，那
另外呢，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紧张，哦，紧张的部分呢，就是那一天基本上我是很建议大家去练习正念呼吸的。虽然在实证说还没有很多证据说正念呼吸对中风患者的张力有什么帮助，但是已经蛮多确定的是张力可以去稳定我们的情绪，张力可以去诶透过正念呼吸的方式，正念呼吸它是正在当下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去专注我们的呼吸，让我们基本上就是让我们不太会去胡思乱想一些令人烦心的事情，让你可以保持情绪稳定。那你这时候用这个状态去练习的话呢，那你其实就是情绪比较不会紧张，那你张力的影响就会降低。好，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搜寻正念呼吸去练习。那正念呼吸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正念呼吸也还没有在中风病人的研究没有很多啊，但是对于运动员啊，对于他们的动作控制啊，哦的能力都有帮助。那刚才有说嘛，大家觉得紧，虽然大家可能以为是张力，但有时候可能是你动作控制指音下错的。那正念呼吸呢，对于动作控制也会有帮助。它就会呃让你比较可以去更好的去控制你的换侧手，就会让你比较好去控制动作，比较不会啊、想要弯，然后变成伸直这样子。好，那一天在座谈会呢，就是让大家说，张力紧绷大家紧绷会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就有人说他吃饭的时候手放在桌上，因为我鼓励他们，就是就算真的一开始都还没有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开始用，那你至少他该出现的时候让他出现嘛，手摆在吃饭的时候手摆在桌上，然后他们就说，那就吃一吃手就会变紧啊，变松，很好。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当场让他们试试看，当场让他们试试看，就是让手放在换侧手放在桌上，然后健侧手，比如说他换侧手是左手，左手放在左上，然后右手举高10下。好，那一开始确实他就是越举有些人举还没9下，那个他的换侧手左手就掉下来。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请用正念呼吸的方式，比较专注在换侧手的情况下，再举10下健侧手。那这个经过这样的练习之后呢，他就可以10下稳稳的健侧手举高10下，然后换只手很稳的放在桌上，就代表他已经可以去很好的去让你的换侧手摆在你想要的位置。对，一开始呢，我们的换侧手要进入生活中呢，其实不一定真的是有什么功能。就是至少你希望我们要练习的是希望它摆在该摆的位置。也就是练习放松的部分，它就是可以稳稳的放松的放在桌上，让你健身手做事情，这其实就蛮需要练习的。那也很多冲锋患者是好像没有特别去练，所以就吃饭的时候就还是放在哦放就就没有放在桌上。那就连这个都还没有开始练习，那其实会蛮可惜的。然后再来就是手指头的部分。手指头的紧呢，就是一开始都会建议要练习放松啦。张力紧的话要练习放松。那单独练呢，确实会比较没有感觉啦，所以我们才会很多治疗师不是只有我，就是很多医院都有推那个动态复目。然后动态复目的样式有很多啦，就是
改天可以再好好聊聊。那我先用说，我先来讲我那个用3D 列印做的这个。动态复木的概念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不管它是什么做的，它原理就是它有一个弹性的机构可以帮你的手指撑开。那手指撑开这个力道不会很强，这个不会很强，所以这个不是拿来练你的肌力的。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说这是在练手指肌力，不是。你要练肌力可以去用握力器什么的，但是它是给你一个稍微有一点撑开的力量，就是要为的是什么？让你去控制你的手指肌肉放松开来。所以有些人拿到这个之后就这样子很快速的讲，那可能也比较没有帮助。其实你应该要去练习的是什么？要练习的是用刚刚好的力道。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用力就是这样，很用力的压下去。但是其实我们手真的要用，我们真的拿东西拿杯子会这样很用力的这样握吗？不会。我们其实拿任何东西都是使用我们刚刚好力道。所以动态复木要练习的是要去控制什么？控制你该用力就用力，而且你可以控制你要出1分力、3分力、5分力，还是用全力。那放松呢，就一样，就是你该放松，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放松。你当然没有动态复木也可以练，只是稍微比较，因为它没有明确，可能有些人感觉也受伤了，可能没有那么明确。那你带着动态复木练会比较简单。好，那实际上要怎么练呢？比如说，我会请你就是用力的，一开始一定还是先有压，然后会放松。有压会放松。那 OK 之后呢，你知道开始掌握放松的技巧之后呢，才要求你，比如说，我叫你压一半。压一半，然后松掉。压一半，松掉。好，或者是压一半，然后维持住。维持住，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手拿东西，可能就是维持一定的力道，然后手臂活动嘛，所以你压住一半，然后去活动手臂。或者是维持住，然后监测手动。这些都是可以去练习、可以去控制的。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慢慢把我们换侧手的控制力，练好。张力，刚才说的张力的大脑安全系统故障，你要那个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控制的，你要直接改善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你的动作控制练好。当你的动作控制练好的话，你的张力对你的动作影响，就会比较少。好，所以以上就是那个，以上就是关于张力该怎么办。简单来说，刚才有讲过。稍微总结一下。张力就是可以分3个原因：一个本身的大脑安全系统出了问题，肌肉张力过高。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长期摆着弯的角度，所以关节可能会比较紧，那怎么办？拉筋。那拉筋是怎么拉呢？长时间低强度的拉筋。然后再来就是动作控制的问题，大脑要伸变弯，要弯变直，那怎么办？就是练习控制。要练习你能够做的控制。比如说像会握，那你就练放松。握跟放松练的比较熟练之后，再加入比如说手臂的动作啊，健身手跟复查的动作等等。那你的控制力越好，对张力对你的影响就会变深。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张力该怎么面对，大家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
啊，大部分都回答。然后这个是我的刚才的这个手指开合夹是我自己做的哈。如果要想要试试看的话呢，可以到我的虾皮去看。那我再度提醒哦，它只是这个辅助工具哈，你拿了之后还是要练对哈，它不是一拿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神器会让你的手马上恢复，没有，它只是让你的训练效果可以比较能够有感受哈，帮助你练习的。好，张力会消失吗？哦，张力不会消失，每个人都有张力，我也有张力，我们不会希望张力消失，我们是希望张力正常化。哦，正常化，刚才就有说，你可以控制的部分练，张力对你影响才会变小。每个人都有张力，只是对我们来说，张力影响对一般人来说微乎其微，然后对中风患者来说确实是蛮大的。但是你把动作的控制度、稳定度、熟悉度，好，简单来说，你要自己知道你的。好，我这样讲好了啦，就是比如说，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程度哈，就是你的程度可能就是走平地啊，你走平地可以走20分钟没问题，这你测量过，你大概走25分钟，张力就会来。那你就知道说你的能力就是20分钟。可是你就突然有一天跑去过马路，就是走很快，然后张力来，然后那你就知道说，哦，这是因为你刚才走的是马路和地很不平，然后时间很快。哦，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对你的影响就大，所以那你就不要管它，因为你就只要测量说你每天走在平地的那个距离有没有变大。你本来走20分钟张力会出现，那可能可不可以变成25分钟张力才出现？那你就代表你的控制力有进步，你的耐力有进步。好，所以我们要去想的是，去看你能够的程度有没有进步啊。你不是一直想说我每天走路，结果张力又出现，那你就会觉得你都没有进步。哦，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哦，我记得刚刚我之前预告的时候，有人说那个有人提到是走走路的时候，好像我看一下哦，脚尖会垫脚尖哦。我大概2个人是问的是垂足啦。那刚才有说垂足啊，垂足的话，因为走路的人走路其实是全身性的啦，你核心不稳就会紧绷，就会紧张，然后就会让你的腿足变紧。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因为我不可能叫你不要练走路，每个人都还是需要走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该穿脚架就穿脚架哦，就是健保的，其实很就用健保的也可以啊。如果你觉得健保的也撑不太住，那你就可能真的要花钱考虑买一个效果那个强度更强一点的，稍微自费一下那个。如果有身上手册的话，都多少有点补助，就是可以去抑制装机店，或者是找厂商用个比较强度比较高的，就让你的改善你的垂足，让你走路好一点。刚才有说就是你走路的，嗯，走路走得越稳，那个换侧那个垂足的影响就会越小。筋膜刀对张力有帮助吗？筋膜刀基本上我是没有到非常非常了解，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它就是短暂的让你的肌肉放松之后，让你去那一段练习可以练习的比较顺。那如果你把动作控制练顺的话，那就动作熟悉了啊，张力的影响就会下降。拇指拿东西就会弯曲，那个基本上就可以，就等于是这个就是动作控制啊，就是你在握的时候不小心连弯曲的那个肌肉也一起做出来。那基本上呢，就是要请治疗师帮助你调整你的难度了。首先拿的东西就要调整，拿到你比较适合拿的东西，形状、大小跟重量。然后还有就要再稍微徒手引导你，让你可以找到一个你比较拿可以握住东西，但是手指又可以呃拇指可以伸直的，然后又稍微可以握的，然后你又不会出太大力的
总之呢，你要去找到这一个状态，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啦，我也没办法线上帮你算命说你要的是什么程度，所以非常鼓励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东西都要拿看看，你搞不好如果治疗师没有办法去帮你的话，那你至少就是自己试试看，好，找到拿起来是比较正确的东西，好，每天练习。单侧手可以提东西，对，提东西你只要有握住，东西不会掉就好。拿不好一个杯子，你如果拿杯子，当然也是，看你要怎么拿，看你怎么定义啊。你要稳稳的拿好，那你就其实也是需要好好的，应该是放松。诶，我这样讲好了，应该是你那个没有特别有感觉，就是你手还没有完全伸进去，你就开始用力了。所以一定要多感受一下你的换侧手，你确定你杯子有没有真的扶稳，你真的有没有贴合才开始用力？你不要一觉得，或者是眼睛看到手碰到杯子就开始用力。走路脚不会抬腿，那我建议你躺姿下开始练习。躺姿下先把脚抬好，因为走路其实是身体核心要稳，然后脚才抬脚才好抬起来。哦，走路时膝盖没有弯一样你要先从躺姿下开始练习。好，还有因为那个也是一样你走路的时候那个身体会不稳，然后就肌肉容易僵硬，然后你要控制的地方太多了，身体姿势要稳啊，手要撑啊，然后健测脚要踩好啊，又要推进啊什么的，要控制太多东西了。那走路脚抬不起来啊，膝盖不会弯啊，这些都先从躺姿下、坐姿下慢慢练，最后才会在走路的时候用出来。好，还有问题吗？就结束直播喽。